现在我又来到了这个新家，过来开下门，通一下风。这一进屋里来，这个气味还是比较浓重的，但是比刚开始的时候好多了，所以还得继续通风。现在我们这个装修啊，基本完成了，一些大的工程都完成，现在只剩一些小的项目了。那接下来就是要去味道，把这个甲醛啊、苯啊这些有害物质给飞发出去。那我采用的什么办法来去甲醛呢？我在网上也查了很多文章，大家都讲到，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不是那些花钱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通风，通风把这个气味挥发出去。我查到了一种方法，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气温比较低的时候，这种方法非常管用。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你首先把这个屋里的温度升高。因为甲醛也好，苯也好，它在高温下它释放的更多，所以在夜里我是把这个门窗都关上，然后把空调打开，这样呢让气温高一点，让这个甲醛和苯充分的释放出来。然后到了白天呢，我再来把门窗打开，这样呢把这个有毒的气味给它散发出去。然后我每天都这么做，就是晚上关门关窗开空调，然后白天是关空调开窗通风，这样呢让这个甲醛和苯释放的更多，这样你放毒的这个周期就缩短了，可能你在1个月之内呢就能释放更多的甲醛和苯到这个室外去。所以现在我先把这个空调关了，这是 off， 现在关了，把空调关了，然后我再把窗户打开。这个窗户有点坏，把它托起来之后呢，它自己会掉下来，所以拿一块板子撑住。然后那个装玻璃的人说给我们修一下，但是那个配件还没来，所以还得等一等。现在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我们这样做差不多有1个月了，就是每天早上开窗，晚上关窗，然后晚上开空调，白天关空调这样。然后呢，我第二个办法就是除了用通风来去甲醛、去苯之外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这个过滤器、空气净化器。看我这里有3个净化器，这个因为厨房有很多的柜子，它散发很多的这个气味。这是第2台那个空气净化器，还有一台这个空气净化器放在这个主卧室。然后我们这个空气净化器里边的这个过滤网它不是普通的过滤网，它是带有那个活性炭的过滤网。看，就是这样的过滤网，它都是活性炭的，看这种黑黑的。它这种过滤网呢，就是不仅可以过滤普通的这种灰尘还可以过滤这种有毒的化学物质，像甲醛、苯之类的。用这种活性炭的过滤网就是非常有用。所以呢，这个开窗通风还有空气净化器呢，是这个去除异味、去除这个有毒物质的2个最好用的方法。我们家一共就3台空气净化器，也没有更多的了，所以就只能用这3台了。现在离我们搬家只有1个月的时间了，我还是有点担心这个气味能不能及时的去掉呢？因为之前一直有工人在这里，就是不太方便，所以我这个门和抽屉一直是关着的。现在可以打开了。哇，我一打开这个柜子吓一跳，你看这老牛的工具，各种各样的这个螺丝刀这个钻锯子呀，全放在这了。那我现在把这个橱柜的抽屉门全都打开了，这样它释放这个甲醛和苯要快一点。清除甲醛呢，还有一种辅助的方法，就是我们民间说的很多土方，比如说用一些绿植，比如说绿萝呀、什么剑兰呀之类的这样的植物。我看了一篇文章，它讲到这个植物之所以有这个吸收甲醛的作用是因为它这个土壤可以吸收，然后这个植物呢再从土壤里把那个甲醛给吸收掉，这样呢也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但是呢，这个绿植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只能吸掉一点点。最有用的方法还是第一种，就是通风；第二种就是这个空气净化器。
还有之前我们经常讲到的一些土方法，比如说在这里抽屉里啊搁点茶叶啊，搁点菠萝皮，搁点橘子皮，这样呢可以起到一个清新空气，就是那个气味闻起来好闻一点，但实际上它并不能吸收甲醛，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吧，就是闻起来好闻一点。所以这个去除甲醛最好用的方法，不是最贵的，而是最便宜的一种，就是开窗通风。我们先这么试着看吧，看再过1个月，看看这个气味是不是要好很多。到时候也可以请人来测一下甲醛的含量，如果安全了再入住。昨天这个水管工过来，把这个水龙头给装上了。这是可能阀门还是关着的，还没有水。就差这个洗碗机的这个出风口没有装。你们看这个水盆，它这个叫什么 Farmer House， 就是那个农舍风格。一般这个水盆这个上面都是要放这个台面的，然后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这边，对吧？它这里都割掉了，就是这样的风格。然后老牛特别喜欢，因为他喜欢这种非常简洁现代的风格。我呢就更喜欢这个经典一点的、古典一点的风格，所以我们2个人都得要相互妥协。你们觉得这个池子好看吗？其实他之前有问过我这个意见，说这个盆行不行？我看这个可以，我说行吧。我说我也不是那么在乎，但实际上我发现我还是有点在乎的。我说怎么就没有弄个双盆啊？是吧？我们平常以前用的都是双盆，这个看起来比较好看呢，但是用起来可能没有那个双盆好用。就是装修的时候啊，这个家里人之间特别容易产生矛盾，但是我们还好，我们就是基本上都还沟通的比较顺畅。反正就是有什么问题要及时说出来，一定不能心里有看法不说出来，这样的话就容易积攒矛盾，然后你心里就会有怨恨，这样就越攒越多，越攒越多，就会影响到这个感情，影响到这个关系。所以就说有什么说什么，及时沟通，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我们那个纯净水，一边是热水，一边是凉水，这样就比较方便了。昨天那个水管工来，发现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前天他们装的那个台面，装台面的人装那个洗手池啊，给他装反了。其实我当时是发现了这一点的，我当时就觉得，哎，他这个是不是反的呀？怎么他那个洞不在朝着那个水龙头的内侧，而在外侧呢？当时我就有点怀疑，但是呢，我想他们是专业人士，他们肯定懂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别多事了，别去质疑人家的工作，所以我当时就没有吭声，没说。结果昨天水管工一来说，他们确实装反了，他也把它放上去了，但是呢，这里应该是在这儿的，就是当时我是发现这里为什么不对呢？我就觉得这个洞。就是这个洞一般我看的都是在这边，但是后来我又发现这个商标在这里，没准是我自己错了，所以我就没有吭声。下水这里离外侧很近，然后离这边水龙头这边很远，也就是说它装反了，应该把它调个个。你看它在下边它就没法接，它应该这个下水的应该在靠里侧，不是靠外侧，所以它接不上去，这挺逗的吧？看这个也是一样的，也是错的。这个下水的地方应该在这儿，所以下边也没有装好。所以等到明天那个装台面人再回来，把这个2个洗手池的方向再换一下。后来我们给那个装台面的人打电话，他们今天又过来把这个池子重新弄好了，把它换过来了，所以这个水池已经装好了，这个洞在这里了。好了，可以用了。You can get hot water. This side, this side. Finally. 哦，也有热水了，